平时玩游戏用的最多的设备是什么呢？是 PC、PS 还是 Xbox， 又或者是手机呢？各种的游戏设备都已经很常见了。但假如你的包里面有一台这个噔噔掌机，那你绝对是重度玩家。2024年了，出门打游戏手机也能干呢，为啥要花钱花心思去折腾掌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好多的游戏动不动就是一做4、5年，还得搭上几亿的开发成本，看着吧是挺好玩，结果一玩呢就是罐头。在以前，游戏画面还没有这么精良的时代，游戏开发者会在打磨游戏玩法上下更多的功夫。于是那个年代就有很多的游戏，直到今天也依然是我见过的玩法最独特、最有创意的。不过呢，虽然都叫掌机，但你去网上一查 3DS、3DSL、2DS、新 3DSL、新2DSL、无印掌机、安卓掌机、开源掌机、幻游掌机，这都是些啥呢？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2024年还有什么掌机值得入手呢？来给你们看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掌机之一，任天堂的 3DS。这台掌机应该是任天堂的掌机系列里面离现在最近的一台了。有没有玩过 3DS 的？来打个分，让其他的小伙伴也有一个概念。这里给大家画一个图，任天堂的掌机有最早的 GB， 后续的 GBA， 第一次用双屏的 NDS， 那第4代呢就是 3DS 系列，最新的就是大家熟知的 Switch 了。3DS 这台掌机乍一看啊，你根本就看不懂怎么玩的，上下双屏是给二郎神看的吗？小猴子。触控操作，这个其实感觉不能叫触控操作，应该叫指甲操作。裸眼 3D， 哇，这个就更高级了，前后还有3个摄像头，这家是真二郎神了。那正是因为这些有趣的特性啊 ，3DS 的游戏直到今天都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魔力。来给你们看一下众神的三角力量2，它这一个呢，它是一个2D 版的塞尔达，但是你看啊，它明明是一个很平面的地图，但是只要你这样子往它往上面一掰，打开裸眼 3D， 它立马就变得层次分明起来了。你会发现它明明是一个俯视角的游戏啊，但是它玩起来就很有纵深感，像是这些飞来飞去的敌人，你这样打，你会发现你打不到它。我打开这个 3D 模式才发现，笑死，它根本就跟我不在一个图层。还有高练4G，刚进村子的时候，这里不是有一条路吗？打开这个3D 模式，你就发现这条路真的伸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触屏，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笔或者是指甲去看这个地图，真的很方便。如果是你第一次玩的话呢，你就属于是看到哪儿你就点到哪儿，上手简直不要太快。还有一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的游戏《节奏天国》，这个游戏呢，甚至随便来一个切片都能在短视频里面获得几万的点赞。游戏本身就是多个节奏小游戏的集合，这些游戏呢靠反应那是反应不了一点，需要你心中有节拍。比如说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合唱团，它这个逻辑也很神奇啊。现在我什么都不操作，它是一直张着嘴的。我按住的话呢，它就闭嘴了；松开就是唱歌。只可惜这么有意思的作品在 Switch 时代断更了。好消息是 Steam 里面有一部《节奏天国》的精神续作，预计会在2025年发售。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玩法，就是麦克风。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游戏叫任天猫狗，然后在这里面你就可以领养一只狗狗，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面跟它互动。比如说我现在喊它过来 ，Rango， 那它就跑过来了。然后你还可以跟它有一些指定的互动，比如说坐下。哦，他坐下来了，坐下。傻狗。当然啦 ，3DS 的游戏阵容远不止这几个。3DS 的任天堂游戏上面大致分为2种：独占大作和经典复刻。就拿塞尔达来说，独占的，比如众神的三角力量2，复刻 N64的高清版《时之笛》，
还有各种马里奥、宝可梦，可以说是新老游戏齐聚一堂了。第3方游戏那就更多了，阿特拉斯的真女神转生，女神异闻录 Q2，SE 的勇者斗恶龙，卡普空更是重量级啊，直接抛弃索尼。在 3DS 上研发5部怪物猎人，因为当年和 DS 同步销售的主机是存在感很低的 VU， 6年的生命周期卖了1401万台，很地狱啊，就不如黑神话1周卖得多。所以呢，销量更好的 3DS 才是那个时代任天堂的主战场，游戏阵容才会这么的丰富。给 3DS 导入一个新游戏，就会在主页收获一个礼物包裹。如果你入手一台装满游戏的新掌机，那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应该没有人会拒绝亲手一个一个去拆礼物的快乐吧？这一刻的含金量真的无与伦比。说句暴论啊，我个人觉得 3DS 在这里面只能说一般般吧。虽然有创新，但大部分游戏适配确实很偷懒，没有我当年玩 NDS 那种震撼。这时候就要说一下 3DS 的老大哥 NDS 了。玩过的也来打个分。初代 NDS 长得非常抱歉，这个触屏和笔在当年的 NDS 上，像《幻影沙漏》和《大地的气力》这些2D 塞尔达游戏，是可以用触控笔去操作小精灵，指引林克前进的。玩起来和今天的触屏游戏真的很像。不对，今天的触屏游戏都是搓玻璃的。还有吹笛子，这个操作是真的需要你对着笛子去吹，代入感真的绝了。还有这个触摸卡笔，它这个卡笔跟其他卡笔都不太一样啊，它是用这个笔呢来画线，带这个卡笔去通关的。你可以像这样子画一条线搭桥，让它跨过障碍，也可以画一道墙把这个卡笔给挡回来。其实你的笔本身也是有攻击力的，你可以这样点一下，这小怪就眩晕了。不过更酷的是呢，卡笔一样是可以吸收它们能力的啊。你看，现在我们把这个电眼逼人给眩晕掉，让它能力给吸收掉，然后就可以放激光了，这真的太好玩了。哎，在这里就达到这个气球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超级胖的卡比气球。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游戏《应援团》，这个游戏你要给生活遇到困难的各路神仙打 call， 让他们重整旗鼓。就比如说这一关，狼人看到月亮就会变身，为了不让女友发现自己狼人的身份，必须要压制自己的龙翼。如果我们打 call 打得不好的话，他就会被表白失败。你想想看啊，那个时候班上的其他小朋友都在玩什么赛尔号、摩尔庄园抢车位，能玩到这样的游戏真的太幸福了。不过在 3DS 上，大部分游戏却又回归了传统的手柄操作，触屏这个新颖的交互方式反而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个天头。还有裸眼 3D 这个卖点，我用裸眼 3D 在看 3DS 这块屏的时候，稍微角度差那一点点的话，画面就会有重影。长时间用裸眼 3D， 眼睛也会很累。任天堂其实也是知道这个的，发售前就强调不要让6岁以下的小孩子玩这个，对眼睛不太好。后面呢也更新了砍掉裸眼 3D 功能的 2DS， 这个名字很合理。除了 2DS、3DS家族成员一只手根本数不过来，这里也给大家列上一个家谱。在今天我最推荐的是 New 3DS LL， 又叫新大3，因为停产的原因，发售相对较晚的这台新大3相对来说存货更多，1000元左右就能买到成色不错的。如果想要便宜一些的话，早期的 3DS 和后面砍掉裸眼 3D 功能的 2DS 也是很推荐的。大屏幕的 2DS LL 大概在800元左右。整体来讲啊，其实今天 3DS 的这个价格是有点小贵的，但它给你带来的快乐和惊喜，我觉得还是要比这个价格多一点的。不过假如你对任天堂游戏不太感冒，但又想要拥有一台小小的掌机，比起 3DS， 索尼家的 PS3 了解一下，拿反了。不少
道玩过 PSV 的小伙伴能打几分呢？这一台机器第一时间拿到，简直可以用科幻来形容。这个质感，这个重量，这个大小，这才能被称为掌机，好不好？而且看隔壁 3DS 还是可可爱爱的画面，那这个 PS 的画面，那简直就是科幻呢！滑动解锁，然后你看这个左右翻页，它会有这种动效，短短的，这样上下翻的时候呢，这些图标还会有非常 Q 弹的动效。你敢相信这是2款同一年发售的机器？而且 PSV 上面的游戏，看见任天堂的游戏，简直就是在看3岁小孩玩玩具。这游戏画面不暴杀 3DS。PSV 的双摇杆手柄操作起来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主机游戏了。3DS 那玩意儿能叫摇杆吗？这简直就像是长了个瘤子，按起来毫无手感可言。而且 PSV 的操作不仅仅是先进，还有很多创意在里面。足球游戏大家都玩过吧？摇杆移动，按键传球射门。那在 PSV 的 FIFA15上面，你可以点按屏幕，点队友就可以传球；点地板的话就可以直塞；点球门的话，还可以根据点按的位置和时间长短来决定射门的角度和力气。把 PSV 翻过来呢，这背面这一大片就是 PS 玩家非常熟悉的触控板了。在 FIFA 里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球门，用手指点击左上角就可以直接对准左上方射门了。这个操作真的是太直观了。还有重力异想世界，这个游戏是正经的 PSV 原生独占大作啊！这里面有个操作，让主角失重飞起来，然后用游戏里面的陀螺仪摇一摇、扭一扭，就可以对准落点降落了。深圳失重感明显，飞起来。但相比于掌机最后的辉煌 3DS， 其实 PSV 的游戏阵容弱了不止一点。可以说，索尼在掌机上面的第一方被任天堂打得体无完肤啊！为数不多的第一方游戏《神秘海域》甚至还是外包的，对比 3DS 上动辄上千万的销量，100多万的销量简直像个笑话。PSV 上面卖的最好的游戏也不及 3DS 游戏的零头。在那个年代 ，PSV 和 3DS 相比，追求的是画面和硬件性能，但空有性能和画面，却完全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游戏。堂堂一代索尼的游戏机上面没有 GTA， 没有 GT 赛车，没有战神，没有怪物猎人。最后 PSV 上拿得出手的游戏，可能真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这是我最喜欢的掌机，也是我最遗憾的掌机。但我要说啊，这玩意儿有个最大的优势，它能够几乎完美模拟 PSP。PSP 这游戏机在国内是多少小伙伴的童年白月光啊！对于 PSP 玩家来说 ，PSV 就是那个最有情怀的掌机，没有之一。大家能给几分 ？PSP 上面有太多经典的游戏了，就比如说咱们频道最后的片尾曲。游戏呢是用最简单的2个尖键来移动的，比如说现在我往右按，它就往右开始滚动了。2个尖键一起按之后，它就可以跳。最有趣的设计呢，就是你需要在探索的途中收集每一个新伙伴，在闯关的途中，你可以把它们分裂开来应对各种机关。过了机关之后呢，你还可以长按这个圆圈键，然后它就会集合变成一个大胖子。有时候你会见到这种墙，然后你就可以猛跳，然后把这个墙给撞开。还有一些关卡会有像这种胡萝卜这样子的存在，它就需要你收集到一定数量的小伙伴之后呢，它就会在这里合唱。这个可爱的画风再加上风格各异的人物，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玩到的最治愈的游戏了。同样是玩法创新、画风可爱的，还有巴达蹦。你需要用不同的鼓点给你的小巴达蹦发号施令，进攻、行军、防御，全都需要配合节奏来完成。还有怪物猎人启蒙导师大怪鸟，当时第一次玩怪物猎人还没有汉化，实在是搞不懂这个游戏，拿个刀盾砍猛犸，这也好玩。玩进去之后才发现质疑、理解、求伪。我的世界 PC 还有 PS 加起来玩了应该有上千个小时了。这几天怪物猎人荒野也花了10万，你去试试看。
不过那个时候玩的更多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宫斗游戏《弑神者》。更加爽快的战斗，更加扣人心弦的剧情，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时代背景了。后续呢还出了动漫和次世代续作，不过很可惜我没有玩下去。这里还有超多好玩的游戏，就比如说和《罪恶都市》相反出生点的《罪恶都市传奇》，传到今天甚至能一分为三的《最终幻想》，可以和真女神结婚的《牧场物语》，小时候看不懂剧情的《战神》，从头飘到尾的山脊赛车，还有我最喜欢的音乐游戏《初音未来》。这些经典的 IP 其实在现在也一样，以更加先进的游戏形式一直在迭代。如果你是 PSP 情怀党，现在 PSP 的价格也算是比较便宜，真的可以因为一个游戏把游戏机再买回来玩一玩。今天的二手 PSP 价格大概在400元左右，也算是一个更低成本索尼掌机入坑方法。真的超级有意思，看一下这一次我去雅典的时候，在一家电玩店里面买到了什么 PSP 的 GTA 的实体盘，还有 GT 赛车的。这一盘10多年前的二手游戏碟呢，竟然要15欧，换算过来的话，也就是120块钱。不过好在呢，我发现这个里面它居然有一本这个它其实不是说明书啊，它是一个有点像是罪恶都市报纸的东西。就比如说它这里就写了减肥成功就送1000美元，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婚恋专家拒绝狗血感情，然后这一页呢又说有2个人中了25万美元，然后1周之内挥霍一空。然后这里也很有意思，这里是一些什么豪宅啊、游艇啊这些的价格，这些呢你都可以在最城里面买到。这里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游戏类电台的一些热门曲目。PSV 这边呢，其实最近有点搞笑，它和 3DS 一起被莫名其妙的炒了一波，原因很神奇。索尼呢，它是做 CCD 相机的大户 ，PSV 呢也有拍照功能，而且拍出来这个味儿啊，确实很浓，所以呢就被顺带着抢购了。现在9成新左右的 PSV 2000，售价在800元左右。PSV 1000，因为用的是 OLED 屏，观感确实不错，但是这个屏幕真的非常容易烧。而今天呢买的都是二手机，所以说就不太推荐了。不过 3DS 和 PSV 在今天都已经停产了，在线服务也关闭了，再加上画面过时，也会有小伙伴介意这些。那2024年有没有一台入坑最简单的掌机呢？唯一真正在运营的掌机是这个全球一共卖的1.4亿台的 Switch 啦。你的 Switch 现在在哪里？在吃灰吗？在以前呢，老任的游戏机分为家用机和掌机2条线，但到了 Switch 这一代，主机和掌机就合二为一，变成既能带出门又能接电视的全新形态了。这台主机我觉得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贴心的老任还准备了 Switch Lite， 这价格和尺寸可太掌机了。但比起 Switch， 我倒是推荐大家想要买掌机的小伙伴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 Switch 2。从掌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它绝对是2025年最好玩的掌机，当然前提是你能抢得到啊。但是还有一些小伙伴价格、重量、续航都不是问题，但是我就是想在出差的时候玩到最新的3A 大作，像法环啊、2077、黑神话这些，有没有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机器呢？别说这几年还真有办法了 ，Win 掌机和 Steam Deck 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品类，有多少小伙伴有试过的？极限性能不断的提升，终于厂家能把一个不需要独立显卡的笔记本做成了掌机这么大的形态。巨胖说能用巴掌托起来的就是掌机，那 MacBook 也是掌机，16寸笔记本也是掌机 ，Rainbow 也是掌机 ，Meta 也是掌机。黑神话发售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已经通关了，其中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掌机上面玩的。只能说，如果有时间有条件，谁不想躺在家里面的椅子上好好享受啊？但是有时候就是必须应对各种现实的游戏环境。Win 掌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而且不要觉得这些性能很垃圾，在这么小的屏幕上，并不需要跑到4K、720P 的分辨率，甚至很多时候能跑满60帧，可以说体验也是非常完整的。不过现在 Win 掌机最大的门槛是，必须要有 PC 游戏和主机游戏的知识储备，各种主机会遇到的网络问题，电脑上面会遇到的兼容问题，都可能会在这类掌机上面出现。现在这种掌机的选择还是有很多的，甚至还有厂家做出各种形态不同的机器。最便宜的老款 Steam Deck 现在3000多就能买到，缺点是性能和兼容性一般，而且只能玩 Steam 的游戏，再加一点点就有性能更强的 ROG 掌机。这2个算是我最推荐的掌机了，性能不错，系统的易用性也是第一梯队的。但和 Windows 掌机相比，这里还有一种小到极致的掌机，这种小掌机我们一般管它叫开源掌机。你看它这个外观啊，我这一台呢，它就是复刻了任天堂的 Game Boy， 一样带点粗糙质感的灰色外壳，一样手感的导电胶按键和布局，一样的右下角单扬声器，甚至晃起来还是一样的响。
但是呢，它的屏幕是更大、更现代的，而且能够用模拟器游玩更多老平台的游戏，甚至还能模拟出当年画面上的扫描线。这个一开，复古味儿立马就有了。用今天的模拟器软件复刻经典的游戏机硬件，这个就是开源掌机的特点啦。但是呢，你想要还原原汁原味的纯血体验，那还得是真 GBA。GBA 的很多游戏放在今天还是满满的游戏性，一听到这些8bit 的音乐，直接就 DNA 动了。不过 GBA 这游戏机实际玩起来，这个体验就不太一样了。首先呢是贵，今天要买到 GBA 本体要卖到500多了，已经跳过 NDS， 快赶上 3DS 了。掌机的本体是很小啊，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卡带的体积，1张更比6张弱。然后呢，你出门的时候还要再带2节备用电池。那现在这个开源掌机和这个 GBA 放在一起，它又不用装电池，按键按起来一点也不心疼，更不用担心读不出来卡带，还要对着这个槽吹上半天。也因为当年的 GBA 并不像 NDS、3DS 一样有很多离谱的功能啊，模拟器模拟的也算是比较全面的。不过呢，也因为开源的特性，所以这掌机还是比较小众的。首先就是你得会折腾，很多开源掌机出厂都会自带一些游戏，但毕竟是模拟器游戏 ，bug 什么的就调吧你。所以开源掌机入坑门槛其实并不低。我其实更推荐有情怀、爱折腾的玩家入手，你能打几分呢？而且啊，如果你不是对某部特殊的掌机有特别的感情，只是想要尝试一下上面的游戏的话，那为什么不来看一下神奇的安卓掌机呢？虽然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安卓掌机就约等于你的安卓手机加上了一个手柄，虽然它的处理器总会落后个1、2代，但这可是安卓啊，它能干的事情真不少。原生的安卓游戏就不用多说了，自带手柄也可以很好的去适配各种模拟器，甚至它还能串流和云游戏，玩一些 PC 和主机大作。虽然听起来很全能，但安卓掌机还是个小门类，很多原生的安卓游戏并没有做到照顾掌机的体验。就比如说《原神》，在安卓上面根本识别不到手柄，你还得把这些按键给一个一个给贴上来才能映射使用。所以在买安卓掌机之前，我更建议你买一个这种拉伸手柄，直连你的手机先玩一玩，说不定就冷静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个能给几分呢？对于我来说，我是真的可以因为想起之前的某一款游戏，就重新捡回一台游戏机的。以前的小玩家可没有资格拥有一个客厅，那最后陪伴最多的，那当然就是掌机啦。上面的游戏可能没有电脑和游戏主机那么好玩，可能画面上也和那些差点意思，但是他们最后都组成了我的游戏时光。我更多的觉得玩游戏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次，我的飞机延误了6个半小时，还好呢，我带着机器猛猛玩，无痛等待了数一试。记得10年前，妈妈还跟我说，你玩这么多游戏能当饭吃吗？买这些游戏机不如去隔壁的小区开个游泳卡。10年之后，分享游戏和设备成了我的工作，隔壁小区的游泳池也已经关门了。很多人说，如果把爱好变成了工作，可能就会变了味道。可是如果不够热爱的话，怎么能做得好呢？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天理，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